先生，为什么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结婚以后关系反而不如以前了呢？我一直都没有变，主要是他的要求越来越多了。人是一种有趣的动物，生命更是有趣。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都会为自己设立目标？仔细想想，从出生到今天，哪一个你完成的目标不再折磨你自己呢？小时候期望长大，长大之后却因为烦恼太多，期望回到童年。也就是说，人有两个目标，成为小孩和成为大人。结果目标都实现了，但那个目标却一直在折磨你。男女从恋爱到结婚也是如此，一旦目标完成了，那个目标就开始折磨自己了。我是觉得他没有之前爱我了。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很多人把控制和占有称之为爱。事实上，很多人都不明白什么是爱。其实，爱是一种感受，就像阳光一样，无法获得，无法拥有，只能感受。只有当你走出房子，天上没有乌云的时候，你才能感受到阳光。别人无法爱你，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爱。很多父母望子成龙，打骂约束孩子，也称之为爱。想想看，让自己的孩子辛苦一辈子，去完成自己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事情，这算是爱吗？你说他没有之前爱你，只是说他没有以前那么纵容你了而已。我特别烦恼的是，他总是和别人哭，而且每次都哭得特别伤心，让别人觉得我总是欺负他。你刚刚认识他的头3个月到半年，你应该还没有发现他的缺点。一起生活了之后，才发现有无穷的烦恼。因为在开始的时候，你并没有用头脑思考过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需求而去接受它。之后追求的目标完成了，你就开始觉得这个目标开始折磨你了。难道夫妻之间就没有办法相处了吗？办法当然是有的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夫妻之间刚刚恋爱时，彼此都装得很好，并不知道对方的脚臭腋臭，也没有柴米油盐的烦恼，自然容易相处。就好像在动物园看到老虎、狮子，感觉很威猛，甚至你还敢喂它们吃东西。如果让你带回家，可能你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夫妻的相处主要有3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爱，一个部分是关系，一个部分是身体需求。当这3个部分能够平衡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亲情，有了亲情，夫妻关系才算稳定。爱，简单来讲就是包容，彻底的包容，也就是说自己累死了依然愿意为对方服务，因为你的爱，对方未必能够感受得到，这需要彼此的牺牲。道德经里面说道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说的是天底下最柔弱的可以攻下最坚硬的。道德经还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仅于道水，是最柔弱的，它帮助世间万物，还甘愿成为污水脏水，但它是无坚不摧的。所谓水滴石穿，日久见功夫。如果没有办法毫无保留的爱，那么关系就变得很重要了。关系就是一场对等的交易，平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日常的家务、家庭经济的分担，平日的关心都是交易的项目。如果关系也无法平衡，那么满足彼此的身体需求就很重要了。身体的需求无非是食和色，所谓食色性也。如果3个部分都无法平衡，那么日常吵架是正常，早晚分开也是正常。如果这3个部分都平衡了，还吵架呢？吵架只是偶有分歧而已，但2个人在一起，最少也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目标是相同的吧。而且吵架看起来是为了对错和真相，其实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。道德经说道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存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，例如你无法向别人描述自己的相貌，你也无法通过语言描述一朵花的形状和香气。孔夫子曾说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但是放在夫妻关系上就不合适了。相反，应该是知之为不知，不知为知之。例如花，你是知道什么是花，还是不知道？看起来你好像知道什么是花，同时你也知道上每朵花、每种花都不一样。所谓的知道，只是一个被分类局限了的认知，彼此都带着这个局限的认知才会吵架。2个人相处，只要不问自己和对方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，吵架就减少了90%。不信你问问自己或者伴侣，凭什么我需要洗碗？
试试。既然两个人一起那么困难，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自然界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大自然里面只有一种驱动的能量，去促使人类繁衍。社会中也会有这种驱动的能量，要不上层食物链的人类就没有韭菜可割了。而两个人在一起，也是一种彼此的修炼。如果和身边人能够相处好了，和社会自然也就相处好了。